在漆黑一片的北大西洋海底，英国的深海蜂群能否发现并锁定俄罗斯最先进的885潜艇？它能否保护对于欧洲来说至关重要又无比脆弱的海底命脉？今天我们来认识一款新武器——海底蜂群无人艇。据 BBC 12月8号的报道，英国皇家海军联合国防部宣布了它最新的大西洋堡垒战略，同时宣布一款即将服役的深海无人艇试验成功了。今天呢，我们先交代一下这个新闻的背景，为什么英国搞了一个新的海底堡垒战略？这个可是要花重金的。那是因为在上个月10月份，英国发现它的宿敌俄罗斯派了一艘间谍船，开始测量它海底的管线布局。它这是要干什么？战斗机去跟踪的时候，他还用激光瞄准了这个战斗机，这是要开战吗？虽然说琥珀号测量船返回了，但是英国深深地下了一身冷汗，因为对于英国以及欧洲来说，它海底的光缆和管线那就是经济的命脉。在这儿呢，我们必须认识普京最近和他的盟友们推进的一个战略，叫做混合战争。就是现在打仗不光是在前线给你轰炮弹、坦克对轰，而是主要攻击你的基础设施，断水、断电、断粮、断网络。那普通老百姓过不了这种日子，大冬天-20多度，没有暖气，他能不造反吗？所以说混合战争有时候它可能比前线取得的这种威慑力更严重。所以说英国联合了德国包括挪威，提出来一个大西洋在北部海域的海底堡垒。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英国牵头要搞一个北大西洋海上堡垒？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普京发现他已经搞定了川普。川普在上周五的国情报告说得很清楚，他要回他的西半部分，要回到美洲了。就连这北约的欧洲驻军都要在2027年撤回，只保留不到100枚核武器。他这是要回自己老家的意思。虽然说很多的美国朋友凡听到说川普屈服了，又 taco 了，又被人家普京搞定了，但事实，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明明是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这川普调停的时候专门压那个弱者，你投降吧，签字吧，我想结束这场战争。这种风格很美国吗？一点也不美国呀。对于普京来说，既然这西半球的川普搞定了，那欧洲的三强也得搞定啊。现在能够阻止乌克兰投降的，也就是英法德，主要是3个领头的国家了。那怎么搞定呢？首先你得考虑谁是那个领头的。英法德里边毫无疑问，英国就是那个挑头的。在昨天的节目我们提到，德国议会都否决了总理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远程导弹，而英国直接他就提供了自己的暴风阴影，贡献是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对于英法德3个国家来说，软肋最突出的它就是英国。因为英伦三岛它的经济命脉严重依赖和欧洲大陆以及和美洲的海底光缆和管线。在这儿我说的更明确一点，英国这个国家它更多的依赖于能源的输入，它自己的石油天然气连1半都满足不了，大多数都得靠进口。
而主要的输入者就是它海上的北边的邻居瑞典。而瑞典和挪威啊，是通过海底的管线给它供应石油、天然气。除了石油、天然气，这个电力啊，它也不能满足，60%以上要进口。而这个提供者呢，一个是丹麦、荷兰，再就是法国的核电站。也就是讲，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这些基础设施啊，都是靠输入的。除此之外，它和美国的联系更多的依赖于海底光缆。那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突然俄罗斯出动潜艇把你的海底管线给你炸了，你这英国啊，不出1个星期啊，估计就得有人要造反。所以说，英国的软肋非常明显，这个呢，完全可以让俄罗斯的885潜艇啊来一次外科手术级的瘫痪。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俄罗斯最先进的885潜艇，对内代号呢叫北德文斯克级。这款潜艇最显著的特点是核动力，它几乎是无声的。第二呢，它的航程也比较远，半年内你不用浮出水面。第三个，它能携带核武器。第四个，它能够执行深海的作战任务。你如果想要轰炸海底的光缆和管线，而这些管线都是埋在海底3米左右，首先你要定位，然后释放深海鱼雷进行定点的外科手术级的破坏。其他的舰艇啊，你根本实施不了，你只能是这个能够下潜到600米的潜艇885。那既然对于英国来说，你想防着这885，必须得有海里的利器啊。以现有的科技手段，如果说英国的潜艇或者英国的声呐，你终究无法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潜艇它神出鬼没，你有没有这么多的潜艇可以预备和投放呢？英国既然要防着俄罗斯的885潜艇搞深海的破坏，你必须得有趁手的家伙，也就是探测与锁定。根据赫尔辛公司官方的数据，这款深海蜂群啊，我总结了一下，一共有5大技术特色。第一个，它几乎是静音无声的，它不是靠传统的航海器，靠那个发动机、螺旋桨，它是靠浮力分配，像鱼一样游动。你想啊，这和那种声呐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第二点也很重要，它呢长2米，宽呢30，这就像一个树桩子往那海里一释放，可以待90天，超长待机啊。第三个也很重要，它非常的小巧，无法探测，几乎你不知道它的存在。在声呐上，它到底是一条鲨鱼呢，还是一个无人艇啊？无法区分。第四个，它可以集群作战，然后呢，分布是数百个组网。第五个，至关重要，它可以做到自主布防。它呢有一个 AI 加持，你给它一片防区，它进行自动巡逻。这张海里的屏障一搭建啊，我相信俄罗斯的潜艇，你来了以后呢，你千万别搞破坏，你搞破坏呢，就会被打一个现形。当然了，任何一款武器都有自己的短板啊，我们也简要看一下。我总结下来至少有3个短板。第一个呢，它跑得比较慢，由于没有螺旋桨呢，它只有1到2节的这样一个速度。但是呢，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啊，那就是它自己并不携带武器。它本身才2米，能给它带那超重量的高爆炸药吗？所以说啊，它是一双眼睛，而不是一个狼群。第三个，那就是它自身的安全啊没有防护。如果你能知道它在什么位置，或者说你通过间谍的手段知道它的释放路线，
你一捞一个准儿，跟捞一条鲨鱼啊没多少区别。但总而言之啊，瑕不掩瑜。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英国愿意斥巨资要构筑这个海底的堡垒。那原因呀，是和英国的经济结构啊息息相关。英国的 GDP 在全球排名前10，但是啊，它和印度、中国、美国啊不一样，他们赚的呀那都是高利润的项目。英国是一个外贸主导性的经济体，外贸占它的65%以上，大多数都是靠向外出口赚钱的。而且英国呢，它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国家，人家干的呀都是高利润的项目。我数了一下，一共10项，你看看你能不能分一杯羹。第一个，英国出口最多的是什么？高档汽车。这个和日本比较像，但是日本你10辆车不一定能顶上1辆，比方说劳斯莱斯。第二，那个宾利，再就是迈凯伦跑车。最不济呢，那得是什么捷豹啊、路虎啊、迷你啊，这个利润远远超过日本车和美国车。第二个，罗罗发动机，很多民用和军用的飞机采购的那就是罗罗。第三个是什么呀？军火、导弹啊，西北风，像这个航空器也是英国的一大出口。第四个那就是列车。第五个医疗器械设备。第六项那就是制药，阿斯利康啊、格兰素史克那都是爆赚的企业。第七个那就是酒类，英国出产的威士忌，无论是单一麦芽还是混合麦芽，像什么小人走路啊，像什么这个芝华士12年呀，这些是整个全球酒类的顶流。那第八个奶类，牛奶奶粉也是畅销全球。第9个是金融保险。第10个是 IT 服务。刚才提到的10大产业对于英国来说是藏富于民，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那就是羡慕嫉妒恨，别人都想干这种高利润高回报无污染的产业。你看英国的石油、天然气、电力是采购于岛外，生产完了以后呢，又卖向岛外赚全世界的钱。英国它是一个教育科技的高地，你没有这个基础玩不了这些高科技。最后我想和各位分享一下，英国的蜂群无人艇在海下担任了一个哨兵的角色，您觉得它能发现并且锁定俄罗斯的885潜艇吗？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您的观点。我昨天的节目讲到了4代机如果遇上5代机，谁先被锁定？如果您感兴趣，请关注昨天的节目。欢迎关注大卫军情局，咱们每天都有更新。欢迎您打开小铃铛，咱们明天见。